我在找陆哥，在这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，我找你了。这是第一次参加鱼灯节的我已经不记得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。我的妈呀，我被夹住了！但这一切都要从大年30那晚说起。那可能是我经历过我家最无聊的一次除夕。看，一人抱个手机啊，哎，太没年味儿了，同志们。说的好像刚才你没看手机一样。这会儿你知道拍了，刚才你是看够了。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放不了鞭炮，你放不了鞭炮，你也看不到别人放的炮。妈，我带你去鱼灯节去不去？贼有年味儿。安徽歙县的鱼灯节呢，始于明清。那这里的村民每年都会自发地组织起各个渔会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然后在每年的正月15前后，各个渔会的青壮年们都会举着巨型的鱼灯上街，配合着盛大的烟火以及游客们手持的小鱼灯，百鱼夜游，川巷绕景，引财纳福，有种现实版大鱼海棠的即视感啊！所以每年的元宵前后都是歙县最热闹的时候。我感觉可能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热闹有年味儿的地方了。不信你们看看这天上无人机的这个密度。那在去年的年终总结，我们预告了新栏目，下一季的栏目叫做清单人生。开年的第一期，为了找寻久违的年味儿，我带着我妈、我老婆还有丈母娘4位年味儿难民啊，一起来到了安徽歙县，追一条之前对我而言只活在游戏纪录片里的大鱼。所以欢迎来到清单人生。今天是2月12号的下午1点了，我们到了安徽。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，我妈到现在还没有祝我生日快乐。哎，我也忘了，我没给你准备礼物。妈，你是不是忘了件事儿啊？我好像没忘记一件事吧？没有啊，你忘记今天是元宵节了。哦，今天是元宵节，是的，今天应该是吃元宵吧？今天正月15。正月那个阳历呢？阳历是12，阳历12，是你的生日啊！知道我的不靠谱是遗传的谁吧？我太知道了。哇，真不错，黄哎，谁给你出的好主意啊？这2天呢，我们将会体验一下这边的一些民俗的文化，还有一些非遗的传统，比如说像这个刚刚米老师买的这个鱼灯，我们也准备找一个地方做一下它，来了解一下鱼灯的故事。鱼灯的制作可以概括为6个核心的步骤：削、圈、扎、糊、画、放灯。那这些步骤环环相扣，每一步都需要匠人的细心和耐心，但这次时间很有限，所以我和丈母娘体验了这个骨架制作的部分，而米老师和我妈体验了上色。给他画一个漫画眼，看我画的鱼眼睛有眼神光。是师傅，它这颜色有什么说法吗？小孩怎么好看就怎么搞，他们整个涂红的都有。好，师傅，你们做一条这样的鱼要多久呀？2、3天，画一下不能超过2个小时。画鱼不能超2个小时。不知道他们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妈手工可厉害了。来开稿，咱们。那我这里也现在画好了，8个，从1到8，一个一个的数字往下扎就行了。用铁丝做个8字出来。明白。你就开始一个一个先试着扎哈。好的，这样。就这样。我妈手工可厉害了。这样吗？这样。对。好。可以不？拧一下。这就可以了吧？对。够了吗？你要老虎钳，2个都拉一下，它就紧了。对，一拧就行了。明白。再怎么拧？我给您扒着，您来那什么就行，好吧？甜甜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趣事？我的记忆中最那个的是他看书吧，应该是。我说小朋友都出去玩是吧？我说你也下去跟小朋友一起玩不？后来我没办法，我把他打下去的。所以您看，您这个耽误了一代文豪的诞生啊。是吧？从小脾气可好喽。哎，那是发生了什么呀？没发生什么啊。这就是跟我脾气差。他脾气好吗？他小时候？小时候他也没啥发脾气的事儿。
哎，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是看的三国，是听的三国。我就知道上次到八达岭去，他一路跟人讲三国。小时候啊？啊。多大的那种？没上学呢。那个时候就爱这么话那么多了？啊，讲一路。哎呀，我还想着这涂色多快呀，一涂起来还真挺慢的。行了，我不做了。反正也做不完了，反正做过就行了哈，体验过了。我也想画，我不想糊了。我妈妈把我的鱼全部画坏了。歙县这里可不仅仅有鱼灯这一项非遗，那这次带着家人肯定要多体验几项。那歙县的第二项非遗就是文房四宝之一徽墨。那歙县的徽墨呢，以黄山的松枝烧烟，混合了像麝香、金箔等10余种材料，经过千锤万打才能成型。所以都说1两黄金1两墨，体验了才知道这墨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做出来。哇，我手抽筋了已经。哇塞，我这一次真的 respect 各位师傅，真的。是全体力活，全体力活。你这一天要做多少块？400块。哦，400块。还搞一次吧。啊，来试一次吧。行，不是了。看来我妈真的是个很容易放弃的人。最后一个体验是徽州米糕，这是一个刻进木模里的舌尖非遗。那通常会选用像鲜米、糯米这样浸泡，然后石磨成粉，再填入这种梨木的这种雕花模具。常见的模具像有寿桃啊、元宝等等，但我们都特别喜欢这个鱼的模具。再来个大鱼！啊，鱼尾巴掉了！哎呀，那个鱼尾巴搞掉了。刮好了就要滚，要滚。你赶紧滚啊！对，别回。对，滚完了就别回，得重新滚。今日地位最低的一次，滚得对吗？我滚多了，一会儿又砸不出来了。对，刮起来，刮你这滚啊！那压实后呢，要像醒目一样啊，把这个米糕敲出来脱模。我现在可以翻个了。哎，翻个，帮你打个。我们最爱的就是这一下，是不是最喜欢就是这一下，特别爽。然后再拿去蒸制，那口感呢就会绵软带韧。那讲我们的奶奶说，当年这里新娘子出嫁前啊，都要自己捶米糕带给婆家，听说捶得越响，日子越甜。得好了。哦，下来了。好了，敲个钟。当然，此行最重磅的还是鱼灯节。当我们体验完了，师傅跟我们说，因为是元宵节当天，今晚的鱼灯节也是最盛大的，让我们早点去，不然会堵车。于是我们早早的就到了汪满田村。我终于知道你这个爱问多少钱是遗传谁了。我妈也去问了。看着别人拿着鱼灯，他一冲上去问你这多少钱。家族传统，看见没有？一问它就区别出来了，也是手工，但是它的色彩、颜色、工艺不一样。确实，对不对？确实。刚到汪满田村，就遇到了好几个关注我们的朋友。陆哥，哎，您好，您好。你是不是小陆啊？是我。其中一位朋友因为在这拍了几年的纪录片，所以热情地给我们讲述起了这里的历史传说，还介绍了一个本地的鱼头给我们。汪满田的鱼灯已经拍了2年3年了，是吧？ 2年了。这位叫汪景成，帅哥，然后是去年祠堂鱼会的鱼头之一。鱼灯节的巨型鱼灯通常需要8到10个人共扛，领头的需要掌控方向和节奏，被称为鱼头。担任各村鱼头的人通常需要德高望重啊，但在汪满田村有让年轻人做鱼头的习俗。那今年你是鱼头吗？对，我是在下面那个广场，在广场。请问这个鱼头是选出来的？是自己对自己报名，对自己想当，然后我们就去各个鱼会不有个祠堂吗？去祠堂门口放烟花啊，请鱼神嘛。哎，那你们找对象会不会鱼头比较好找？可能吧。女孩会不会说我要找一个鱼头？有可能。阿姨你好。我看过小陆老师的视频，这是我妈讲了很多期您。那个晚上想帮忙扛一下鱼灯吗？玩点刺激的，这种鱼灯，这绝对可以啊！哎，明老师，我要当。先别说话，等我开机。啊，这个就叫专业。人家说请我当这个叫什么？鱼头，真的假的？咱算副鱼头吧。副鱼头，真的吗？正鱼头有人了。你扛得动吗？他总不能扛一半，扛不动了撤退吧？可以换人。可以换人。我就扛1圈行吗？可以轮替的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对，没错，1圈没问题，1圈也就2个小时。你这怎么？正好今天晚上有个鱼会，就是缺人。可以，是吧？沉浸式。我们这个地方有说法啊，无法生儿子，
要等那个鱼头下去下一堆辣子。哦，这还能求子是吗？哎，求子。那我需要。对。我丈母娘马上就过来凑过来，能求子。正式扛鱼灯的时间大概是在7点20到7点半之间。那就到时候我回这儿呗。回这儿，然后或者用不用留个联系方式？我加你个微信。换上他们的马甲。好。您就是田间渔会的人了。哎呦，好嘞。挺紧的。好。走。一会儿有人给我讲流程什么的吗？有，我会给你介绍一些。我被抓来了。啊，是你啊？是我。下午遇到他了。前面就是田间渔会了。啊，好热闹。6个渔会，第一个开始动身的就是田间渔会。田间有，咱们就是田间渔会。对，咱们就是田间渔会。明白。好。田间渔会的渔房啊，就是鱼灯都是在这儿糊的。对，哇，这也太大了，光鱼头就这么大。本来呢，如果是人手够，我们要扛这个的。哦，这个连起来之后是有9米长。现在没办法，村里老龄化，很缺年轻人，都小孩子了，都已经都10几岁的小孩子在扛了都。即便他有这么多游客，他也是赔钱在做的，是吧？自发的乐捐的。你们光放那炮仗跟烟火，我都觉得这得多少钱呀？对啊，大家捐的。所以你像我们的，我也是外地人嘛，我们是每年从外地从云南或者从长沙赶过来，明白？帮助这些渔会，能出钱我们就捐一点。因为特别是王满田这边是老人是不出面的，年轻人呢，他们回来也都是要请假，因为已经元宵节了，又不是法定假日嘛。对。虽然对于要体验扛鱼灯这件事很兴奋，但我需要克服的是从小对鞭炮和火的恐惧。我的妈呀！擦一下这个不得了，要大发了又。借您吉言，替观众老爷们递一个。哎您。这个山上面有一个光滑的石头，太阳光照射上去它会反光。因为村子古代都是木质结构，容易着火是吧？然后就请风水大师来看了一下，说取水要克火嘛，水里有鱼你把水取尽了，鱼不就遭殃了吗？所以你们要祭拜鱼神。拜鱼神！自从这个风水大师看完给你们提了这个建议以后，着过火吗？只要舞起鱼灯就没有着过火，这是真的。走！我还挺紧张。行，挺好，好沉我摸鱼头不是摸我的头啊，怎么都在摸我的头啊？我还得让那个鱼的身子动起来。哇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！哇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手上现在都是那个滴的蜡。我的妈呀，我被夹住了啊！太奇妙的感受了，终身难忘。我没想到这个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我只是想陪我妈过来找年味儿。终于，华灯初上，几百上千盏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鱼灯次第点亮，蜿蜒游弋在这座古老村落的巷间，鞭炮齐鸣，火树银花，
徽州粉墙带瓦的马头墙成了巨型的幕布，流动的鱼灯像打翻的星河。说起来奇怪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来，却像是回到了小时候。我跟你说妈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，炮仗就在我眼前，我必须得迈过去。你从小就怕炮仗，过年放炮仗，你不怕？一盏盏鱼灯照亮了古村，也点燃了我们心中久违的年味儿。怎么样，这个年味儿？年味儿十足。这回有了吧？有了。还来吗？来。哦，真来啊？真来。你不是嫌吵了吗？又？不是嫌吵了。有我们才来哈。对呀。我们就要这个撕鱼皮，然后要把它最终烧掉，明年才能做新的。对。哎，我来。来给你们。我也要。扛完鱼头之后，我应得的，感谢，我应得的。我蹭一口。我扛一，你吃挺香啊。我有点后悔，说跟你吃一碗。劳动后的果实。烫。那些天吃了不少的浇头面，但这一碗站着吃的，一定是最香的。老人们说，面汤要浇透才吉利。就像这些精心绘制的鱼鳞也必须要烧掉才行，这像是属于徽州人自己的西西弗斯的寓言。因为烧旧才能迎新，灰烬里埋着来年的雨水与收成，埋着对新客人和老客人的祝福。就像是麋鹿假期或许陪伴过大家，度过过快乐的日子，但只有翻篇儿，人生才会向前。所以欢迎收看第1期的清单人生。徽州寻年记成功。